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华视三国演义》节目。今天我们想向各位推荐一本读书共和国卫城出版社新出版的书，叫做《等待在夜里被捕》。这是由一个维吾尔族最重要的诗人和导演之一塔伊尔·伊兹格尔先生的一个回忆录。塔伊尔他是1960年代末出生在东土吉斯坦的古城科什市的。那他在80年代曾经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就学和在北京工作。那他是新疆维吾尔地区的一个著名的诗人和导演。面对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大规模的逮捕和监控，在2017年的时候，带着全家一起逃亡了美国。那最近他这本回忆录出版《等待在夜里被捕》，它是一个在国际上这2023年非常受推崇的一本书好几个主要的媒体，像《经济学人》和《时代》杂志都有推荐这本书。它被翻译成15个国家的语言。这个书是以他个人的亲身经历，以第一人称叙述。那他故事我自己读了非常仔细的读了，它像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回忆录，可是又读起来像是一部这个惊叹的这个惊险的恐惧小说或者说是一种间谍小说。总而言之是这个生活里面的非常惊心动魄和让人恐惧的这一方方面面那特别是在描述怎么样维吾尔人在一个相对正常的生活环境逐渐的不断的受到侵蚀，然后现实变成一场噩梦这样的一个情况。他的文笔非常的细腻生动，又非常的有节制和平淡那但是读起来非常扣人心弦，我是一口气把它读完的。这本书真的非常好看，推荐给各位观众那今天我们很高兴从美国华府连线塔伊尔先生来同我们这个上我们的节目谈一下他这本书塔伊尔你好。你好，你好，王先生石板先生好。你好，你好，石板先生。对，那塔伊尔你好，你们这本中文版的书上个月刚刚在台湾出版。我看到你跟编辑的访谈中间有提到，你认为这个书在15个国家文字出版以后，现在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有特别的意义。你为什么希望中文的读者也都能够了解新疆维吾尔人的情况呢？因为呢，这本书是用维吾尔文写的，然后呢，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在台湾工作的 Joshua Freeman 翻译成英文。当时呢，就是出版商问我，你写这本书，有什么期望？我当时就回答，就是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看这本书，读这本书，尤其是中文读者对我比较重要。因为呢，发生在东突厥斯坦的很多悲剧，尤其是维吾尔人他的一些感想，就是华人读者应该知道这些情况，尤其是台湾读者，要了解中共的一些手段，中共的一些对维吾尔族人实施的一些压迫是怎么形成的，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应该了解。所以呢，我希望就是当时我就希望就是用中文出版这本书，对我非常有意义。最后呢，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以后呢，我就2次我亲自校对，就是从头到尾看了2遍，然后有些就是偏差的一些地方呢，就是我自己亲自修改。然后我觉得呢，英文和中文这2个版本这本书的翻译质量非常好，我也非常满意。这是尤其是对台湾读者呢，必须读这本书。因为现在目前就是台湾遇到
就是很多问题，尤其是中共的威胁，很多人可能保持一些侥幸的一些心理，说可能中共不会那么坏，他不会对我们下手，不会下那么狠的手，怎么样？但是呢，我还是希望读者看这本书。是啊，我们台湾有非常多的人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揭露中共的这个残暴统治的书出来，可是他们视而不见啊。特别像马英九前总统这样的人，还选择相信习近平啊。他做了一个采访，说他两岸关系他还是要相信习近平啊。那在你书里面特别提到这个整个中国在新疆的种族清洗的过程，它是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啊。曾经在80年代、90年代有过一段时间相对比较宽松，但是习近平上任以后，就越来越紧，而且在2016年之后，有一个明显的转折的这个收紧，特别是实施了对于一个维稳措施，以反这个分离主义为名呢，对维吾尔族人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和监控各种各样的这个消息，几乎你身边的书里面提到你身边的同事、同学、邻居、家人、朋友，各行各业的人都随时有可能突然之间消失啊，用各种各样的原因。那我想了解一下，为什么2016年？中国在新疆的维稳措施大大升级，这是不是跟所谓陈全国出任新疆党委书记有直接的关系，还是跟某一些事件有直接的关系？中共对维吾尔人的压迫呢，它是历来已久。他19年以后，他一直在搞。57年，反地方民族主义。文革期间，他大规模镇压，虽然80年代可能稍微好了一些，因为我也是在80年代上的大学，我是那个时候的受益者，但是呢，他90年代以后呢又开始，它是一个起伏的一个过程，但始终他没有放过，虽然在他的地方自治区法律里面，有很多规定，但是中共呢，他从来就不讲原则，不讲规矩，不讲法律，所以呢，他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怎么来就怎么来，所以呢，在中共呢有好几种对少数民族的一些看法，在学术界有一种呢，他们认为就是慢慢来。把少数民族呢慢一点同化，但是呢，另一种呢激进一点的呢，他们说要赶快要同化掉。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呢，这两股势力呢，他们就互相争，还是比较保守的那些人呢占了上风。但是呢，习近平上台以后呢，这个人呢他有野心，他是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来。就是蒙骗，就是中国人，所以呢，就是这个民族主义呢，这个东西呢，它是双刃剑，可能有时候觉得就是怎么样，我们就中华民族怎么样，但是呢，到头来要害自己，所以呢，就是他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伊勒哈木托赫蒂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经济学家，就是也是民族学院的，就是我们是一朋友。他呢就是提倡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益，但是呢，他上台以后就是第一个把他抓起来了，然后判了无期徒刑。所以呢，就习近平上台以后呢，这个我书里面也讲了，包括伊勒哈木托赫蒂，还有很多一些开明的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一些自由派，他们也指望习近平要改善中国的政治环境，但是呢。没有发生，然后呢，就是在新疆，在乌鲁木齐发生了就是七五事件以后呢，就是大规模的，就是严打，就是实施严打，
然后呢，2013年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就是他大肆实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然后来激发中国一些民众的一些情绪，然后呢，利用这个，然后控制社会的各个层面。然后呢，他就是提出了“一带一路”嘛，就是因为“一带一路”当中，就是新疆，就是东突厥斯坦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战略要地，所以呢，他把这个维稳要搞定。他虽然派了几个人，就是张春贤啊，其他的一些人，但是不行。后来呢，他调这个陈传国，陈传国这个人呢，心狠手辣，他以前在西藏就是待过一段时间，所以呢，他到新疆以后，就是大搞那种维稳，比如说在城市里面200米搞一个警察所，然后数字监控，然后一些手机检查，然后就是设卡检查在高速公路，所以呢，就是他搞了一些措施，但是呢，我认为他2017年就是春天，就是习近平对维吾尔人大规模的搞这个集中营，它是可能跟美国的关系有关，可能跟特朗普有关，但是呢，我们还没有我手里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呢，就是特朗普这种人，就是在有些习近平会面的场合，他也表示了支持习近平的这些措施，这个可能给习近平给了一些鼓励，然后国内国际的一些环境可能促使习近平就是搞这个就是后来发展成为种族灭绝的压迫行为。这个是川普刚上任之后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可能对于习近平所谓的反恐的行为，表示赞成，是不是你指的是这个情况？对，习近平明确提出川普，他在新疆搞一些措施，然后习近平那个川普呢，他说，你可以搞，你可以继续，我可以稍微提一点，我是那个我在中国当记者住了10年，是大概2007年到2016年底，这10年其中，就是当时您刚才讲的7·5事件，2009年的时候，我也是在事发之后，基本上很快就赶到了现场，在当地进行了采访。当然说我们作为外国媒体，我们能够接触的都是中国官方的宣传。那中国官方宣传的话，是一个很明显的恐怖袭击嘛，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证据。当然说我们在采访之后呢，也看到了很多，就是说中国的，比如说汉人歧视维吾尔人，或者是镇压维吾尔人，或者把事情扩大了，把很多无辜的人抓起来的各种事项。但是说7·5事件是到底怎么样一个事件？光这一点的话，其实我想不光是我们很多的外国媒体也希望知道，就是7·5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事件？这个事情的话，因为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都是中国官宣的宣传的这种语言。这个您作为维吾尔人，您是怎么看这7·5事件的？7·5事件呢，它7·5事件这个词儿呢，它不是光指这些7月5号发生的事情，它是从6月26号发生在广东韶关的就是打死维吾尔就是务工人员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1号。对，它是这么一个长时间发生的所有事情的总和，我们叫7·5事件，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它有前因，它有后果，所以呢，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话题，而且我也正在写一本书，所以呢，现在这个题目之下，我讲7·5事件，可能也很短的时间内也讲不明白，所以呢，就是我这个话题现在我们就是先搁着吧。
我就是说，中国的我也知道，就是现在是广东嘛，有这个维吾尔人被汉人的杀死，然后等于说一连串的民族对立的延长线有7·5事件。如果按这个理解的话，就是双方民族的对立嘛。但是在中国的宣传里面，7·5事件是一群受过训练的、被洗脑的恐怖分子从南疆跑到乌鲁木齐去屠杀汉人的这么一个事件。您认为不是这么一个单纯的恐怖袭击，没有民族对立的升级造成的悲剧？没有这个情况。OK，中国民族也不可能对立，因为一切控制在中共的掌控之下，你怎么对立？你根本就没办法民族之间有互相对立或者互相什么。乌鲁木齐人对这个汉人对他们的镇压的一种反抗的理解，我就说对这个7·5事件呢，它比较复杂的背景，就是中间呢，就是中共，它是自己做了很多一些手脚，因为中共呢，它可以牺牲自己的民众，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它牺牲很多东西，它牺牲普通老百姓对他来讲什么都不是，所以呢，就是这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谭一尔先生，我们来谈一下这个所谓的汉化或者中国化的问题，就是我们一直提到这个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实行种族清洗，也就是把一个民族的语言、诗歌、信仰、服装、生活各个方面都进行扭曲改变，把这个民族的特征就洗刷干净，然后这也是一种清洗啊。那从我们汉人的角度来讲，这叫做一个汉化的过程，或者说是中国化的过程。历史上中国的皇帝，就经常实行类似的政策啊，对于满族人、对于藏人、对于蒙古人、对于维吾尔人，可能都实行类似的政策。这个，就你看来，习近平实行的这种种族清洗政策，同历史上中国皇帝所实行的这种汉化政策，是有什么本质不同吗？有它本质的不同。因为在历史上，在中国还有国外，就是发生了很多战争，很多互相彼此侵略的那种历史。在这个过程当中，死了很多人，那是一种特殊时期，那是一种战争或者掠夺资源的那种一个情况。但是呢，他这次对维吾尔人，他是实施的种族灭绝，刚开始是大抓捕，后来他演变成一个种族灭绝。这个呢，它有自己的特殊性。因为什么在国际上认识这个对维吾尔族人和就是一个种族灭绝呢？这学者还有一些独立的法庭，他们就是判定这是一个种族灭绝的主要依据有2个，一个呢就是对维吾尔女人就是实施那种就是不孕的那种政策。因为2017年以后，维吾尔族人的人口继续下降。然后第2个呢，就是很多人100万到300万人被抓进去以后，很多都是父母双亲，失去父母双亲的很多孩子被送到寄宿学校，然后就是从小就是用汉话来教育他们。比如说普通的汉族人在大陆，普通的汉族人，他一般都不会穿汉服，他不会在学校里面就是摆那个孔子的佛像、孔子的雕像。但是呢，中共呢，就是把这一套，就是针对维吾尔孩子，就是不让他讲维吾尔语，不让信仰自己的宗教，他崇拜那种孔子，崇拜那种就是中国传统的那些东西。所以呢，就这2点，就是他判定这是一个种族灭绝。然后呢，很多人认为，就是
尤其是中国人，因为这是汉语翻译的问题，就是 genocide， 就是很多人觉得种族灭绝，认为一个民族全部杀死了才算做一个种族灭绝。很多人在网上，就是这本书出了以后，很多一些五毛啊，还有冯红啊那些人，就是经常攻击我的时候，他们说你怎么没死啊？维吾尔族人还有很多人在生活呀，这怎么能叫种族灭绝呢？它种族灭绝不是那种概念，它是一个有自己的明显的界定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纪念了，就是种族灭绝公约签署75周年，今年是75周年。它在里面明确规定这是种族灭绝，但是我想加另外一条，就是用数字监控控制一个民族或者一部分人，也算种族灭绝，在我的理念里面。所以呢，它也有在历史上的一些皇帝啊，一些人对少数民族，对一些部分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群体做的一些压迫呢，就是也有共同的一些地方，但是呢，也有也有特殊的地方。这特殊的地方呢，它有明确的就是目标，它有指定的政策，它有那种就是针对性的做这件事情。所以你认为它确实是针对了新疆的维吾尔族人，采取了非常特殊的政策。第一就是大量的减少维吾尔族人的生育率，减少你们的人口。第二，把小孩子从小就送进这个汉人的教育的学校，强迫他们讲汉话，学汉族的文化。不让他们讲维吾尔语，不让他们学维吾尔的文化文字，这个从小就给他们洗脑，就是彻底要让一代人、2代人以后，这个维吾尔族作为这个种族就可能被消失了。对，他虽然他的人口还在，一些人自己称为自己是维吾尔人，但是作为一个民族，他可能会消失。这个情况，我不知道石板你在中国采访的时候，在新疆或者西藏，那当时有注意到这样的状况吗？你觉得他是不是中共在新疆和西藏都实行了类似的政策？我觉得中国的他的做法就是说，只要是你愿意被同化的话，我是好像给你机会。但是说你如果拒绝同化，你不希望学习汉族的东西的话，那就一点机会不给你。然后就是用这种方式，我觉得有很大的怎么不同。比如我乌鲁木齐我去过很多次，喀什我也去过。然后呢，就是说基本上有一些就是说，比如说我在乌鲁木齐看到很多的补习班，这补习班前面都停着非常好的汽车，都是豪车。然后呢，这些车的，我最早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新疆的党委书记的王乐泉，然后呢，很多的牌子是鲁字的牌子啊，就是山东的汽车。然后等于说那个时候，等于说山东来的汽车，王乐泉的有很多的工程是通过王乐泉的弟弟下包给山东的建设公司的。王乐泉是山东人。对，所以说山东的汽车鲁字牌号的汽车在新疆有很多，那属于特权车，那就我们知道山东跟乌鲁木齐非常非常远嘛，专程开过来。结果几年以后我再去的时候，那时候省委书记换成了张春贤，那么换成了就是豫字牌的，张春贤是河南人，所以就变成河南的汽车了。这就说明什么？虽然中国给了很多，就是说你看我们给新疆多少钱，给你们建设了这么多的房子。但是说这建筑工程都发包给这些山东的、河南的这些公司去，等于说新疆当地人其实没有拿到什么好处，他们的房价会越来越高。然后这些汉人的子弟，他们可以上补习班，可以去就是念好的学校。但是我们到那个大巴站那个维吾尔人集中的地方去，那这都有
很小的10岁、11岁的男生在那里给人擦皮鞋，擦一个皮鞋1块钱、2块钱，然后呢，有10几岁的女生在旁边给人卖鲜花，一个鲜花5块钱、10块钱这样的。但是这些小孩子，按时间来说，他们应该去上学的时间嘛，就是平常的日子的上午。也就是说，这些小孩子他们受到教育的维吾尔人的受到教育的机会被剥夺了嘛。那么在同时生活在新疆的这些汉人，他们就是说有很好的教育，有很好的机会。这种时间长去来说，慢慢的，这个新疆他们就是作为当然他们找工作各方面也没有机会嘛。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政策好像是对新疆好，但是中国的所有资源投下去的话，其实都要到掌握资源的这些汉人手里了。当然这几年人口变化也是很明显，就是维吾尔族人在新疆已经不占多数了嘛，汉人人口已经超过维吾尔族人嘛，这个变化也是非常明显的。对，这也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就是为了对付少数民族，他们的政策呢，就习近平上台以后，以前也有，这次他上台以后的政策呢，很多一些御用学者，就是民族学者所谓的。他们说呢，就是必须把汉人的人口要超过少数民族，这样呢才能保证稳定，才能保证那种他们所谓说的那种就是维稳，实现维稳，所以呢这个情况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你也拿他没办法，因为他是中共呢就是他很多汉人到新疆去，你也不能他也不是违法，所以呢你也那他没有办法，所以呢这种很多一些隐形的那些就是压迫，隐形的一些就是威胁，就是有很多，你看不见，塔伊尔先生，我们这个书里面你很多详细的描写中共特别针对维吾尔人的数位监控啊，这里面有非常仔细的描述，这个从检查个人的手机到电脑，到录制指纹、声音样本，要扫描面相，然后要采集血液。这里面你好多次讲到这个带着一家人去被迫的采集血液，然后抽取 DNA 样本这种状况啊。这个5年来啊，这当然现在新疆大规模的实行了这种监控，可是我觉得是不是过去3年在动态清零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人已经在美国了，实际上中国已经把这些措施也实施到汉人身上了，好像现在全新疆也好，全中国也好，都在搞数位监控。对，刚开始呢，他在东突厥斯坦在新疆实施了这个数字监控，七五以后，就是2009年7月以后，就开始实施这项工程，但是这3年就是动态清零的时候呢，这个监控这个东西呢，在内地就是作用很大，因为中共呢，他对就是内部的维稳，对他至关重要。他对外部的威胁，可能现在目前他没有什么威胁，对从外面来的，但是他内部呢，他要搞维稳，要保持共产党的统治继续下去，所以呢，他现在拨的那些维稳费用呢，已经远远超过了国防预算，所以呢，他能花钱。就是包括就是维吾尔人，针对维吾尔人，他开发了很多软件，就是他就是在监控录像里面能认出就是维吾尔人，专门针对维吾尔人的那种高科技公司就跟他合作，有的还有一些国外的一些公司就是跟他合作，就是研发出一些软件，然后呢，他收集 DNA，收集一些
就是一些生物信息呢，也是就是针对这个要控制，就是要控制这些人，控制维吾尔人。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是很要害的一个因素。就是它虽然它研发的时候成本可能显得比较高，但是呢，实施起来呢，它非常便宜。比如说，刚开始抓捕大规模的抓捕，就是100万到300万人，你管理这些人，要监视这些人，需要多少人手？以前我在新疆坐牢的时候，没有监控，在我们一个 house 里面，就是有相对的自由。那时候警察的一个看守所里面的警察呢，就好几个警察呢也忙不过来。现在呢，一个看守所里面，一个 house 里面安一个监控，10个监控师，就一个人负责，就是视看就可以了，你动也动不了。所以呢，这个监控这个东西呢，就是控制，就是维吾尔人控制他自己的人民，所谓人民自己的公民，它是有很大的作用。对，是，而且这个越来越高科技啊，这个越来越高科技的话，就使得它的这个监控就越来越有效啊，并且他把他在新疆对维吾尔人的监控，也推销到全国各地啊。我讲一下，我过去当记者的时候去，不光是新疆啊，包括这个内蒙的一些敏感的地区，我只要一下飞机，就比如我在去喀什的时候，就有2个警察在机场等我，我完全没有拜托，我就是只是买机票，但是他们就会2个警察来迎接我，然后呢，根本不用我坐计程车，他们就会开车，因为我事先订的旅馆嘛，他也不用问，就直接给我拉到旅馆。然后呢，我进房间，他们不进房间，他们在大厅里等我。就是我去哪里的话，他们2个是随时跟着我。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怎么说呢？我有一个办法，几次甩掉的是，我到餐厅去，我点几个菜，然后呢，就好像要吃，然后他们就放松警惕，然后我从餐厅的厨房的后门跑掉以后呢，他们就甩掉了嘛。然后我去找我采访的该采访的人等等。但是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是成功了，但是后来也甩不掉了。然后因为我的手机也被定位嘛，如果我拿着手机的话 ，GPS 它也告诉我在那，所以手机要放在房间里等等的。但是现在包括人脸识别等等的话，估计是完全跑不掉的。所以说，我觉得当时他监控。像我一个外国记者，他们就要2个人，基本上24小时盯着我嘛。那么，但是说如果这个数位电话以后，他们的成本就大量的减少了。然后我跟谁见面，也就是说，他们看手机都能看出来。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越来越恐怖了，完全没有自由了。就是比如说，这次抓那么多维吾尔人，他就是突然间，就是2017年3月份在喀什和田开始，然后呢，慢慢就往北走。然后最后到乌鲁木齐、北疆，他抓了那么多人，抓了就几百万人，他是怎么抓的呢？他是怎么列的名单呢？他人工根本就做不来，那么短的时间里面，他不可能就是在就是1000多万人当中，就是筛选出来这几百万人，就是他不可能做出来。但是呢，他就用电脑的程序来输入，比如说他的户口信息，就是他的一些就是身份证的一些身份信息，然后呢，就按照这个，我在书里面也描述的这个，比如说你是维吾尔人，就扣你10分，你信仰宗教扣你10分，有出国记录扣你10分，有护照有持有护照扣你10分，然后50分以下。就电脑自动就把那个程序把你列为涉控人员、不放心人员，然后就是上面把单子下来以后发送到地方的就是派出所，然后派出所按照这个名单先抓人，抓完人以后在学习班在集中营，然后一个一个审问，然后筛选，有的被放出来，有的进学习班继续带，有的判刑。所以呢，这高科技这个东西呢，
就是这次在东突厥斯坦在发生的大规模的就是种族灭绝，就是大规模的抓捕，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我们以前在中国有讲一个笑话，在1958年的时候，毛泽东有一个反右派的运动，当时毛泽东说，这个大概有10%的人要当右派，要每100个人里面要抓10个人，然后这个额度分到每个单位，然后每个单位大家开会讨论说哪个人是右派，要让他去把他抓起来当右派。结果大家开会讨论了很长时间，不能够决定。结果有一个人忍不住，他出去上厕所了。他上了厕所，别的人就都同意说那个人是右派，就把他抓起来了啊。那个时候是有一个百分比的额度，然后就讨论，随便就抽到哪个人就哪个人去了。你们现在是也有一个百分比的额度，但是是有根据一些电脑的程序设置了以后，由电脑给你们这个一查，一按电钮就说啊，这些人是上了名单了，你去把他抓起来，然后去关进教育营，是这么样一个过程嘛？啊，那这个他这种被电脑程序设置所抓起来的过程，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正式逮捕的过程，但是它没有时间上的上限，也没有结束的这个预期，然后进再教育营，它同真正的判刑坐牢到底有什么差别？对，它是没有任何的一些界限，没有规定。它可能在电脑上面有我刚才说的那几个因素，就是维吾尔人、宗教信仰、有出国记录。比如说，它规定了26个涉恐国家、涉及恐怖主义的国家，那些都是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包括俄罗斯。然后呢，就是去过那些国家的人，他指定了这么一个模糊的一个界限，然后呢，把人抓进去以后呢，就是在里面开始询问，然后就分类，有些人就是放心人，就是共产党的干部，然后一些有他一些可信度的一面，就把他放出来，然后另外一部分人呢，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教育他，然后呢，另外一部分人呢就判刑，比如说2017年到22年这个3-4年当中，在新疆最高检察院、新疆的检察院起诉的人，53万人。哇，在中共一般都起诉的，一般都是判刑。按照这个比例来讲，90%以上被判刑的话，50万人在3-4年当中被判刑。然后呢，2019年年底放了一部分人，2年以后放了一些人，但是放了那些人以后呢，他到社会上，他到乌鲁木齐，从天山区到另外一个区，他必须到警察局报到、警示，然后才能去，不然的话他根本就没法跨区的旅行，如果还有出城到内地去，必须是他共产党的就是最基层单位就是居委会，和派出所，就是他们许可的情况下你才能离开。所以呢，他虽然从集中营出来了，但是呢，他还是处在那种监控的那种状态。这在你的书里面有提到，你有很多的朋友啊、邻居啊、亲戚啊、这个同事啊，被抓进了这个再教育营。就你的了解，这些人在教育营里面的这一段时间，他们主要做什么？他们要劳动，他们要读习近平的著作，他们要学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他们在教育营里面每天24小时做什么？它是分几个阶段，就是刚进的时候呢，他们就学习
习近平的著作，然后看宣传片，然后读文件，每天18个小时坐板，就是那种就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坐在那里，中间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吃饭时间，然后其他时候呢就叫坐板，就是坐下来就是上班，然后呢就是交代问题，就是互相揭发。比如说，他们晚上一个宿舍20个人，就是每1个小时2个人轮流值班，然后呢，他们就是值班的时候呢，就是观察那些学习中心的那些人呢，他在梦里，他在做梦，在梦里说了什么，他们都要记录。他如果有一些稍微的一些动作，这个动作呢，就像做那种做礼拜的那种动作。就赶快就是向上级报告，所以呢，你晚上睡觉了也不可能摆脱他们的监控，摆脱他们的监视，所以呢，就是这种情况。后来呢，就是大概2年以后呢，该判的判了，该判刑的判刑了，他们转移到就是大的那种监狱里面，然后以前在市里面就是医院、学校，就是一些就是政府的办公大楼。改为集中营，就是改为学习中心。后来呢，他这当中呢，在郊区建了大规模的那种珍贵的那种就是集中营，然后把那些学员就是转移到那些就是大型的规模化的那种集中营里面。然后这个集中营里面呢，有很多就是工厂，就是让他们就是工作。让他们劳动，就是后面就开始让他们劳动，比较教育过程就这么几个阶段，就这么几个过程。但现在呢，他虽然已经过去了6年，他已经把这个集中营制度呢已经常规化，已经它系统化了，已经。所以呢，很多人呢现在貌似这个已经。结束了，已经社会上那么繁荣，维吾尔族在那里跳舞、唱歌、吃饭，就是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似的。但是呢，他已经把这个事情呢，就是搞成那种常规化了。关于集中营，我听过一种说法，一直没有办法证实，就是说，有一种说法是把大量的这个维吾尔青年，集中在一起。可能然后把它进行器官配对，如果说中国的高官或者什么这个器官移植，可能就是说确定以后就把这个判以死刑，然后就把器官摘走。还有一种说法是把维吾尔青年的器官卖给中东的一些，因为都是不吃猪肉的嘛，他们认为这个维吾尔青年的器官比较干净，所以说有这种这个器官的市场在交易。这是跟这个学习这个集中教育营有关的。关于这方面，你有没有听到类似的说法？这个器官移植呢，中共一直在做。他以前就是在监狱就是判死刑的那些死刑犯，的器官移植到别人。然后呢，起雾事件以后呢，社会上有很多就是留言，就是说是就是很多被抓的被打伤的那些维吾尔人青年人，他们的器官被偷走了，器官被移植了，怎么样？但是呢，这个嘛，就是它是很隐秘的，就是很隐蔽的执行，所以呢，就是上次2018年的时候呢，在喀什机场，它有个专门的一个绿色通道，就是人体器官移植那种绿色通道，这也被新闻界揭露，然后呢，我们不能排除在集中营里面有这个情况，但是呢，它的规模有多大，还有它到底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时间差不多，我很快最后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这本书真的这个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对于这个维吾尔族人的苦难，这个进行了这个回忆和发声，也帮助全世界了解中共的本质啊。我是看了这个
台湾中研院的院士叫朱敬一老师在脸书上推荐你这本书，我才去注意到这本书，去拿来看啊。那这个非常感谢你写了这本书。那想了解一下，你今后还有什么出版计划吗？有，我也一直在写。我正在写一本，在书里面也谈到了，就是90年代末，我被抓进去，待了3年的劳教，就是劳教就是劳动教养，也是非法的那种拘留，然后在监狱里面待了3年。我正在写这本回忆录。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计划，对。对，当然你也还继续写诗嘛，啊，会出版诗集。当然，对，继续写诗，对。对你这个书里面有很多你的诗，非常的优雅哦，这个非常的维吾尔人这么喜欢这个诗、读诗、写诗，这个真的很让人敬佩的。本来呢，我是一个诗人，我是一个导演，我喜欢艺术，我也不打算写这么一本书，我也不希望发生这么一场悲剧，但是呢，后来呢，就这场悲剧发生了，我也没办法在自己的家乡待下去，然后到美国来，头几年呢，我还是没有写，在记者就是采访我就给他们讲，但是我继续写自己的诗。但是呢，最后呢，一看这个事情呢，发展成一个种族灭绝，发展成那么大的一个悲剧，所以呢，我就写了。本来呢，我也不希望写这么一本书。非常感谢 Tahir 来我们的这个节目啊，那这个非常感谢你写了这本书，这本书真的非常好看，这个推荐给这个台湾的观众和全世界读中文的观众可以看这本书啊。那这个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那谢谢 Tahir， 谢谢石板先生，谢谢大家，谢谢。